嗨，今天是礼拜天，然后是我们社区的清洁日，就是社区的 clean up day 这样子。那我们就全家一起出来，就帮忙捡垃圾，维护一下社区的环境。那我们等一下也就顺便讲一下，就山上住1年以来的心得这样子。这边环境真的还蛮不错的。好，那边就是 clean up 的单位啦，会准备清洁用具给大家来打扫环境。Hello， 还会提供免费的咖啡，然后有夹子可以来砸垃圾。Can you introduce the clean up day? Sure, yes. This is the university cleanup event that we hold twice a year, where all the community members join together to collect garbage from around our streets and parks and forested areas. So for the next 2 hours, everyone will come. We have buckets and garbage pickers so people can keep their hands clean. And then afterwards, they can come and enjoy a cup of hot chocolate and maybe some candy treats if they like. Wow. Thank you for coming by. 好 ，Sunny， 选好了你的夹子了吗？对，拿好工具就可以准备去捡垃圾了。就夹垃圾要怎么捡？捡垃圾吧，捡垃圾就是要用这种夹子，那一定要提醒小朋友，就是不要用手去捡，要不然有时候碰到一些尖锐物品受伤就不好了。安全第一。对。你捡得起来吗？好像去游乐场在夹娃娃的感觉。因为 Halloween 过后啊，就很多那种糖果纸。对，臭小孩都丢了一堆糖果纸在地上。去年也是办在这个时候，今天天气都很好，我们去年的时候都很冷，捡到整个人都发抖。你知道垃圾卡在树丛间都不是那么好捡。这些大的就很好捡。对，小的不好捡。Hello， 姑姑，你拿回个。小朋友捡垃圾其实还蛮有趣的，他们把它当游戏在玩，寻宝游戏。那山上这个社区呢就很舒服。那当初为什么会选到这个山上的房子？因为我是念 SFU 嘛，所以我当时是找 Burnaby 的房子，那就沿着 SkyTrain 去找。那不过后来就是发现山下的房子都稍微比较贵一点，山上的房子就是稍微便宜一点。那最后我们就在 Facebook 的 Marketplace 看到山上刚好有一间1 bedroom 1 den 1850，比较符合我们心中的预算啊。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定在是希望尽量可以压在2000块以内找到2房，可是当初不太可能。那刚好看到山上这个1 bedroom 1 den 刚好就符合我们的条件。其实租房子最重要，我觉得还是预算啊，就是你在你的现有的预算之下，然后看你可以租到什么样的房型嘛，然后就是能够。当然是空间越大越舒服啊。那接下来就是看你那个交通方便，对，因为你 SFU 在山上，所以你那个交通一定也是非常重要的考量。最好是可以选，例如在 SkyTrain 或者是比较热闹的地方，对，像是 Metro Town 啊、Low Heat 啊，或者是 Brentwood 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可是那边相对热闹，可是就是价钱会贵一些。那接下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学区啦，因为我们有小孩，所以学区的影响也很大。那这边学区有什么要注意的重点吗？我们那个时候看对了房子，就是价钱对了之后，我们就稍微看一下那个房子它的所配的学校，因为这边的话就是那个小朋友去的哪一间学校是看你住在哪里嘛。那所以我们看完之后觉得学校的风评还不错，那所以我们就决定要租山上这个房子。接下来就是准备要签约啦，那可以讲一下那个签约的流程吗？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台湾，我们都是用 email 跟那个房地产他们方面联络的。那联络完之后，就是谈好之后，就是我们决定要租了，那他们就请我们去汇款，去付定金，大概1000块左右。那个时候我们本来请朋友帮我们汇款，那不过朋友就是请我们再小心一点啊，很怕是诈骗，因为很多那种租房诈骗的状况发生。那最后我们就是请我们的亲戚帮忙确定一下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地毯有这个物件。那后来是确定是OK 没问题，那我们就汇款，那就是在签约这样子。对，所以这一片呢，最重要就是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有人可以帮忙你确定一下房子的话，还是请你的亲戚朋友啊稍微确定一下房子，所以这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样，那你觉得住山上有什么优点？
山上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上课前15分钟出门就好了。对，不管刮风下雨、下大雪，就其实上学时间都很快就到了这样子。对，像我同学他就住在 Richmond 就比较辛苦，特别是冬天的时候，过来这边上课大概要花1个半小时，所以特别是冬天的时候，他很早就要出门。如果我们早上9点半的课，他可能6点钟就要起床，之后7点就要准备出门了。那个时候天都还没亮，又很冷，就很悲催。山上的好处就可以多睡一点，其实还蛮值得啦。也要看你那个课多不多，如果课很多的话，其实住山上真的比较方便。对。那山上这个环境呢，我们觉得它相当单纯，因为这边的居民啊，大部分都是跟 SFU 可能有相关的，要么是教职员，要么就可能是就是学生这样子，所以闲杂人等比较没事。不会到山上，对啊。那因为这边它的休闲设施就是那个小公园就这几个，所以其实带小朋友的家长们，大家其实都会越来越熟，因为就很常会见面，所以山上就很像一个小村庄，那大家都蛮熟悉，很互相帮助，也会有一些像是什么万圣节活动啊、清洁活动这些都可以凝聚。复活节有很好玩的活动，就可以凝聚社区居民的感情，我觉得还不错。那山上它有一个对我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很接近大自然，它有很多条就是很漂亮的登山车的 trail， 如果你有空的话，每天都可以骑登山车，非常幸福。那冬天的话，它也比一般平地啊 Burnaby 或温哥华更容易下雪，常常就平地是没有雪的，可是山上就已经下雪下的蛮多的。那小朋友就可以在山上玩 sled 啊，或者是甚至在 Burnaby Mountain Park 那边有一个很大坡，那边还可以，甚至你可以拿你的 snowboard 或者你的 ski 去滑，这样子蛮开心的。Remembrance Day 之后呢，就会有一些很可怕的杀人凶器出来，这样子。所以千万不要用手去捡。对，因为它这个 puppy 上面有针头这样子。对，所以一定要用这个夹子去捡垃圾，不要用手。对，要小心不要被扎到啊！漂亮的社区，超美的。那你觉得山上住起来有什么缺点？我觉得这看个人了。那如果就是比较年轻一代的话，他们可能想要比较热闹的话，小美美，对，想要去逛街啊，要吃东西的生活，就可能要去 Metro Town 那边住，因为比较方便，或是住在 SkyTrain 旁边。因为山上的话，你要去哪里的话，都要下山，就比较不方便。完全没有逛街的资源，山上大概只有一些超商、超市这样子。对，还有一些餐厅、小餐厅。对，餐厅的好，那山上呢，就是它的气候也是一个问题啦，就是它真的会比平地还会稍微再冷一点点，然后更容易下雨跟下雪，所以在冬天的时候下雪虽然好玩，可是它如果下太大的雪，就是出入都不方便，那学生会被困在山上，对，山上山下，反正公车都不开，上不来也下不去，公车不开，然后你车子要开的话，有时候可能也要装雪胎会比较安全啊。那个有一个路口，它很长，车子会打滑，然后这边撞成一团。所以如果冬天住山上，还是尽量要有雪胎，会比较安全一点点这样子。那山上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那个学生的课后班选择就少一点点。就只有 SFU 啦 ，SFU 最主要是有提供那个 Spring Camp 跟 Summer Camp， 其实还是不错的。那个时候可以就留在山上，都不用对，整个夏天你把那个 SFU 的 Summer Camp爆好爆满之后，你就完全就不用下山了，你就可以照样每天就是很近的送他去 SFU 上课，这个是超舒服的。对，可是如果你想要学音乐的话，就一定要下山。对啊，音乐啊，一些才艺啊，那你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大部分都还是要下山。像山上也没有足球的课程，对，所以很多足球爸妈就是要送小朋友就都下山去踢足球这样子。好，所以最后结论就是山上环境是还蛮清幽的啦，就是如果纯粹就是来SFU 上课，那小孩想给他就接触大自然的环境，对，山上是一个还蛮好的选择。这样，那当然就是你可能要牺牲掉你的便利性，还有一些比较皮滑的生活这样子。对，好啦，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做邻居。山上气温低到这个已经是1个礼拜前的雪，那都还不融，那还有一整座小雪丘在这。好，看一下我们捡多少。我们捡了1个小时，捡到2大桶的垃圾，其实大部分都是那个食品的包装纸。对，臭小孩们，他吃糖果纸都乱丢，然后那个棒棒糖的棍子都乱丢，学校最脏了，臭小孩。最后捡完垃圾可以来这边享受咖啡跟垃圾可乐，还有 Timbit 可以吃。
对，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劳动完有东西吃，最棒了。超开心的。好啦，今天这活动就结束啦，拜拜。